是从这里解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不完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过来。产妇生完孩子之后，激素变化很大，情绪不稳定是正常的。你不能光顾着孩子，妈妈更需要关爱。以后每天要学会多说一些好听的，温柔一点，别太直男了啊！要学会表达爱。说呢，怎么动不动就哭？记住了，嘴甜解决一切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刘念白，哎，你搞什么啊？现在就把产妇弄哭了，出来。哦， 17床感冒了要细谈，25床便秘需要通电。清洁工忙不过来，你把几个病房的地都拖一遍。这怎么听起来不是医生的工作？临床，病床周围的事都是你的事，哪个实习医生不是这么过来的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跟门诊？什么时候可以上手术啊？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别想那么多。念白，哎，从瑞姐，走啊，跟我去看黄主任手术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黄主任说了，有些带教医生呢，非要让实习医生去当护工。黄主任说，刘念白情况特殊，要多增加临床的经验。正好有他手术，我是助手。黄主任说，把刘念白给我带过来。等一下我也有手术，也需要助手。嗯，你不让他去细谈吗？先当助手再细谈。等一下来手术室。谢谢从瑞姐。不用谢，我就是看不惯他气人的样子。那黄主任那边，黄主任什么都没说，我吓他。感谢感谢。中午请你吃饭，不用了，中午很忙的。可以叫外卖，必须的啊，等着我。跟谁不对付，我就跟谁好，我气死你肚子！医生，怎么了？我好紧张啊！不要紧张，剖宫产手术很快的。我的杜师姐出了名的手快，几分钟孩子就拿出来了。手术是林医生做，林医生就更厉害了。可是我的宝宝脐带绕颈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智力啊。你放心，之前胎心检测还可以，虽然绕颈，但不是很紧，说不定是宝宝在里面冷了啊，自己给自己围了个围脖。医生，你真搞笑。林医生，手术前的准备已经做好了。别紧张。别紧张，放松。我饿了。啊，做手术前不能吃东西是挺多的，我上次也是。那不过做完没多久就可以吃了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小龙虾。哎呀，我也喜欢吃小龙虾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国外的时候也吃小龙虾，他们那边呢都是水煮着吃，然后倒掉塑料袋儿啊，撒点调料，摇晃摇晃，倒出来吃。那能好吃吗？我觉得还行吧。回了国才发现，原来小龙虾有这么多种做法啊！我上次去小龙虾一条街吃了个遍，哎呀，我不能吃了，辣的我鼻涕眼泪都出来了，那味道太棒了。刘念白，别聊天，专心点。医生，你就让他跟我聊天吧，跟他聊天我就没那么紧张了。没事，聊吧。
你说我们在这聊着小龙虾，一会儿孩子生出来，你说孩子以后会不会特别喜欢吃小龙虾呢？那肯定的，我跟孩子他爸都喜欢吃小龙虾。出来了，这么快？跟你说很快吧？哎，宝宝想吃小龙虾了。1分钟评分8分。林天白，把孩子抱过来。男孩3650克。你傻站着干什么？啊，不是让我抱着孩子吗？让你把孩子抱给产妇看一下，是不是健康的？亲亲。据说这小孩看的第一眼是谁，以后长得就像谁。我看你眼睛大，还挺帅的。他戴着口罩，你还能看得出他帅？那是，口罩也封印不了我的绝世美颜。要小腿。谢谢我们的新纪规培生。谢谢大家啊，多多关照，多多指导。舒小庆，我吃饭点了这么多好吃，敞亮。大家每天这么辛苦啊，不吃点好吃的，怎么救死扶伤呢？虽然我们话筒咱们食堂整天这个也不变花样，我快吃吐了。哎，我杜氏怎么样？别，你可千万别让你杜氏讲，他来了以后谁都吃不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聪瑞可是她闺蜜，她都害她，谁看见了陆凡？别提这个，快去吃。俊香，过来吃披萨，留念白请客。面买吧。你待会儿来一块。哦，不了，我吃过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们也快点吃，要是在这病房里弄的都是味儿，主任发现又该说你。我们速战速决。怎么，你那个帅哥师弟没请你吃饭啊？也不是很尊师重道嘛。有这功夫，安排好你的手术室吧，先。手有点疼了，一切正常。谢谢医生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。下午做手术的时候，医生都会在，血压呢也正常。啊，听我口令啊，深呼吸，吸气，憋住，使劲儿。再来一次啊，吸气，顶住，使劲儿。来，补充点能量啊！加油加油！很棒啊！那我们再来一次啊！吸气，顶住，使劲儿！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太棒了！你干嘛来了？下班喽，师姐，走，喝酒去，给我请客。第一，不要叫我师姐；第二，不要提喝酒。不要那么严肃嘛，我保证不提那件事。闭嘴！你待会儿去找一下新生儿科的冯远航主任，告诉他明早我有个特别重要的患者跟他会诊。打个电话说不就行？他在台上，等他结束了以后，你亲自告诉他。那等他下来打个电话不就行？叫你去你就去，万一他手术结束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呢？啊，我去我去。那你自己喝酒啊？不要再提这2个字，再提我不带你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
聪瑞姐，我刘念白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孩子。谁的孩子？我的孩子。啊？不是。我带的产妇的孩子，我来看看他怎么样了。我看完了，先走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在这等冯远航冯主任，我师姐让我抓住他，明天一早会诊。你不用等了，我给他发个信息就行了。那不行，我师姐说怕他安排别的事儿。他是我老公，我跟他说一下就好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哎，你吃饭了吗？我请你吃饭。你这一星期请我吃了好几次饭了。一个人吃饭很无聊的。确实是。走吧。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东西不咋地，没想到汉堡这么好吃啊！你没来过？我就问咋？我不像他们单身的那么爱玩。我记得我刚来生气的时候，来过一次。你自己？我徒弟啊。他那天在这儿喝了7杯长岛冰茶。我听说是他喊你流产的。嗯。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？你们认识多久了？本硕博连读8年，剩计2年，10年了。都认识10年了，太快了。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应该很了解吧？当然了解啊，他那个时候很用功，每天恨不得都住在图书馆里面。还有他很仗义，我们班女生受欺负了，他都是第一个上的。在我们班都不知道跟多少男生吵了多少回家了。我记得还有一次啊，我们宿舍有个女生好像跟她男朋友吵架闹分手，她就回去一直在那哭，说那个男生欺负她。徒弟拽着个女生就找那个男生去了，抓着他就给他一顿揍。后来呢，那个女生心软了，帮着这个男生一起骂他。再后来，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和好了，2个人谁都不跟徒弟说话。我那个时候就说徒弟，我说你是不是太傻了？女生啊，有的时候需要的不是仗义，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口。那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你觉得他是故意喊你流产吗？谁知道呢？你肯定知道。就像你说的，女人有时候要的不是仗义，要的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口。那么，你的情绪快发泄完了吗？他对你那么不好，你还帮他说话？我师姐对我是高标准严要求，对我是真正的好。受虐狂。我看你俩挺般配的，一个施虐狂，一个受虐狂。直接虐我吧。傻不傻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一直摆脱不了流产的阴影，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精神科，或者心理咨询。你说谁有病呢？你说谁摆脱不了？我已经走出来了。我只是个建议。我建议你快吃度凉了。孕几周？28。报告我看过了，胎儿出现了脊柱裂的状况。什么是脊柱裂？脊柱裂呢，又称椎管闭合不全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先天畸形，是由于胎儿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椎管闭合不全引起的。而且脊柱裂会对行动能力造成严重的影响，比如说脑积液、脑畸形、终身大小便失禁、智力障碍等等。什么就智力障碍了？大夫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孩子生出来可能是傻的？有一定几率，但还是要看后续的治疗情况。没事，老婆，没事。你说，我们2个都那么健康，
怎么怀个孩子还在肚子里，就有病呢？大夫，你给个话，你就说这孩子，我们能要还是不能要？不是这么理解的。孩子是可以救的，但是手术的风险很高。你是说宫内手术？对，什么叫宫内手术？宫内手术就是把子宫剖开，在子宫内对胎儿进行手术，手术完后再把子宫合上，让胎儿长足月。孕28周的胎儿肺功能发育还不完全，所以最好还是在子宫内成长。你这不就让大人小孩都遭罪吗？大夫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等小孩生出来，再给小孩做手术，行吗？相比于产后手术，在子宫内对胎儿进行椎管闭合手术，可以改善短期和中期结局，可以让脊柱裂口更早的闭合，从而防止妊娠晚期对脊髓造成损伤。那做完手术就能确保孩子是健康的吗？这个我不能保证，因为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，更何况是宫内手术，风险肯定更大。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们，我们会尽可能的通过手术实现胎儿的组织修复和背部闭合。但是即使手术再成功，脊柱裂也永远无法完全治愈。所以未来孩子还需要多学科的团队提供持续的支持性护理，包括神经学、泌尿学、骨科、儿科和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共同护理。大夫，你说这些专业术语我们实在是听不明白，我真的是，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现在费了很大的劲，就想让这个孩子健健康康的给生出来。你现在告诉我说，做了手术，孩子也不能健康。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们不如引产了。你们听，这是孩子的心跳，非常有力。虽然说他有残缺，但是他的生命力很强。你们应该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可是万一生下来是个不健康的孩子，他自己也不会高兴吧？以后长大了还会怪我把他生下来。既然冯主任提出了宫内手术的治疗方案，就说明胎儿是有机会治愈的。你们都不试一下就要放弃吗？这样吧，你们再考虑一下，毕竟是一个生命。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健康生下来的几率非常大，你们不应该放弃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和我老婆商量一下。冯主任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？我不希望他们放弃自己的孩子。手术的成功几率不好说，而且你也不要太纠结。患者有自己的诉求，医生呢要习惯遗憾。可是我不想习惯这种遗憾。好吧，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。武腾瑞呢最近很不正常，你要有空帮我多劝劝他。最近这几天，他终于不对我恶语相向了。不过，距离他能够听我的劝，估计还需要点时间。希望他能早点走出来吧。下班喽。找什么呢？找宫内手术的资料。我师姐那个患者。对，我想看看这个脊柱裂通过胎儿宫内手术治愈率的情况。你也想说服我，让他们做手术？对，我想去说服他们，让他救活这个孩子。是他不是你的患者，是我师姐的。你想帮我师姐？谁要帮他了？我是想告诉武南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想要孩子却很难得到，而他们既然有机会，就应该去救活他。师姐，从蕊姐在帮你找脊柱裂宫内手术的资料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别瞎说。
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妈妈去引产。如果多查些资料的话，就能说服他们去手术。吴医生一心想着患者，我应该跟他学习。我也查。太好了，你们俩一起查，我去给你们准备晚饭、夜宵、零食、咖啡，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。看起来治愈率是挺高的。那做吧。Yes。田主任，董主任，这次就拜托你了。哎呀，董主任，应该是我拜托您呢。这也是全市第一例胎儿脊柱裂手术。做完这个手术，又是我院母胎医学的一大突破。田主任太客气了。冯主任年轻有为，在胎儿外科方面有自己的建树，前途无量啊。念白，听说你针对这次手术查阅了不少资料啊，说说吧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首先要做一个类似剖腹产的切口，露出母亲的子宫，然后再用超声波来定位胎盘和胎儿。不错，开始吧。手术时间8点40。刀。纱布。胎儿的头出来了，羊膜囊已经打开，注入人工带氧水，连接脉搏氧饱和度。胎儿生命体征稳定。冯主任，开始吧。老公加油！位置有变化，脐带把手术室也挡住了，可能是刚刚麻醉的时候，他翻了身睡了。这个位置不能开的，有翻转的可能，难度太大。我看有个办法，说，等他醒了再翻过来，2个小时。我怎么觉得你比你老公还紧张？从来都是看电影的人紧张。你见过演电影的人半路忽然出来喘口气儿的吗？你放心吧，这都1个多小时了，现在胎儿和孕妇的生命体征都很平稳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我现在心脏跳得好快啊！当然了，
你现在本来就紧张，还一口气摄入这么多的咖啡因，你心跳能不快吗？你那杯没喝是吗？别喝了。你给我，我口渴。慢点，慢点喝。接下来我会缝合肌筋膜、硬脑膜，还有皮肤几层单独的组织，以覆盖缺损。你们注意看，冯主任正在分离胎儿的神经和脊髓，让他们回到开放的椎管中，然后由侧面的肌肉和皮肤覆盖。这种技术被称为肌筋膜闭合，能充分覆盖开口处。这样的话，就能在其周围形成一个肌肉和皮肤的保护管，以防止脊髓液渗漏。这个田主任对刘念白还真是有耐心啊。要不要来点音乐放松一下？想听点什么？来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吧。看来胎儿的脊髓得到了安全的保护。冯主任，您为胎儿大脑的发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太好了，手术成功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靠你了，田主任，辛苦了，加油！开始吧。坐。现在好点了吗？黄主任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过度紧张导致的晕厥，给你补了点液，你现在还不能继续上班。田主任交代过，让你休息好再来。我没事儿，我们能上班。哎呀，你给我躺下来！你这幸好是在观察室晕的，如果在台上晕，那又是大事。我跟冯远航说了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上班，现在不是你倔强的时候。我真的没事儿，黄主任，我也真的不能再休息了。就按理说，规培生1天都不能休息。我之前因为流产，我已经休息过好多天了。我现在再休息下去，这别说去竞争住院总了，我连住院医的规培考试我都没有资格参加了。你的结还没有解开，你还是回去休息，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吧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，我会尽快调整我自己的。我还要去竞争住院总呢。有时候你真的比杜弟还要倔。不过呢，你有竞争住院总的决心，我还是挺欣慰的。你确定你的身体没有问题？我向你保证，肯定没有问题。这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来也不说一声，我还以为来贼了呢。你还没给我说这什么呀？我自己练手红的。
第一，那针脚的娴熟程度是很不错的外科医生才能做到的。我还觉得有点眼熟哦，他肯定不是你的能力能达到的。第二，你练手用自己的宝贝仙人板，骗谁呢？你到底来干什么？不说赶紧走啊！我来替你爸看看你这单身生活过得怎么样。虽然他没有明示，但我也得按时汇报，对吧？他怎么样了？还挺好的，虽然身体不如你壮，多住了一阵子院，但跟你的肝相处的还比较和谐。我估摸也就1、2周吧，就可以出院了。你最近一直没去看你爸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挺介意的。而且你是不是没跟他说你去升级妇产科的事儿啊？我去哪儿工作关他什么事儿？他可一直盼着你回学校研究所呢啊！你这让他知道了，你放弃国外的大好科研前途，跑到了他最瞧不上的妇产科做规培生，能给他气死。嘿，我就是要气他，他越瞧不上什么，我偏干什么。妇产科怎么了？啊，省外了不起，那没妇产科有他吗？妇产科当然伟大了，要不然我能一直在这待着吗？那你还说过？行了，我累一天了，没劲儿跟你吵。哎呦，很累，你知道吗？累什么呀？我也是住院医师过来的。走了。哎，如果老头子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会藏在哪儿？哟，等不及了，想拿你爸的钱了？算了，你就是他大儿子，比我孝顺，赶紧去你另一个爸家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那鞋，姑娘缝的吧？滚！这个姐姐有完没完？妈，喂，是我。什么事？你最近工作情况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啊，那是不是很快就升职了？哪有那么快啊？你都工作2年了，还不算是正式医生啊？至少还有2年吧。早知道就不让你学医了。你初中同学，啊，很多都已经升职了，人家22岁都开始工作了，你倒好，29了还不算个正式医生。你说你现在要事业没事业，要婚姻没婚姻，眼瞅着都30了，你上点心吧啊！你奶奶本身对我意见都很大，一打电话就骂我。喂，喂，你挂什么电话你？我还有事没说呢。你说这孩子，啊，都是你惯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一提他奶奶他就烦，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再打你。别打了，闺女累了，让她早点休息吧。咱那事儿啊，咱下个月过去再跟她说也来得及。不过，我怕她接受不了。她不能那么自私，不接受也得接受。主任不是让你在家里面休息一段时间吗？我身体已经好了，不需要休息。我吴松瑞有了全新的人生目标，第一步就是当上下任的住院总。你不要命了？昨天才晕倒了呢。怎么？看我跟你竞争住院总了，有危机感？你就顺着这个粉做了现在。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而已。黄主任，身体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放心。不错，突飞猛进，这不也没什么难的吗？你就是平时没有好好练。我不是没有好好练，我是没有督理练得那么狠。你说哪有一个住院医师，天天开腹啊、关腹啊、缝合呀，又快又稳，缝得跟外科主任似的。他那是开挂的人生，我这才是正常的人生。你要是想跟他竞争，你就也得开挂。而且再说了，在省级医院的年轻人，有哪个不是奋力追求开挂的人生啊？个个都那么强，学历那么高，导师都那么厉害，
你不开挂，在这儿只有挂。我离都弟的手术水平差得还远呢。那也要无限接近。而且，你要在他的弱项上赢过他。他哪有什么弱项？和患者家属的沟通能力低下，就是他最大的弱项。而且遇到患者家属重男轻女，他就会有情绪。医生一旦有了情绪，就不能进行冷静和客观的判断，这样呢，他的判断就会跑偏。你呢，要让患者如沐春风，对患者的家属悉心照顾。当然了，还要和护士和助产士开心的合作。日久见人心，人心是把尺子，这时间久了，谁愿意和他那样的住院总一起工作呀？你就坚持在他的弱项上展示你的长处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综合分自然就高了。到底是学生会的主席，逻辑清晰，意见中肯。哎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。按理说呢，我应该去抢一些情况比较复杂的患者，这样我能增长经验，对吧？可是我每次一碰到情况比较复杂患者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头就发怵，这怎么办呀？抱紧上级医生的大腿啊！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他们，他们又不会怪你。尤其是你的导师黄主任，你要是专捡容易的，那人家想帮你使不上劲啊。看来我找你陪我练习是对的。那当然。喂，你指甲怎么了？我涂了碘伏。好好的涂那个干嘛？我想改掉咬指甲的习惯，碘伏苦啊。就好像女生失恋要减肥或者剪头发，仪式感。算是吧。我要克服自己的弱点，让自己强大起来。这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一个产妇了，48岁。这打算顺还是剖啊？哎，我有时候给这么大年龄的孕妇接生还真挺害怕的，怕万一出现什么情况。大概率剖吧，她就算想顺，医生也不敢啊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啊！刚进来一个48岁的孕妇，破了今年生产年龄记录。不过这不是最夸张的，最夸张的是她进的是双人病房，隔壁床，你猜是谁？她儿媳妇儿啊！狠吧？婆婆和儿媳妇儿一起怀孕待产。对，我刚进去看了一下，那气氛特别奇怪，除了公公带笑，其他人都黑着脸。要我也高兴啊，一手抱儿子，一手抱孙子。那儿子儿媳妇当然不高兴了。本来觉得要生了孩子吧，婆婆可以帮着伺候月子，这下好，婆婆也做月子，孩子生下来还得分家产，搁谁不闹心。哎，那48岁的孕妇谁在负责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应该是黄主任吧。刚刚杜弟和刘念白好像也去了。这么甜吗？把您电话留下。嘿，这丫头开窍嘞，知道抢活了。那是，本来他就比杜弟人好，袁总就应该是他的。讲话不要那么武断，干活。好了，穿上吧。哎呀，您的孩子很健康，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大姐，这个年龄生孩子的确会面临很多年轻人不会碰到的问题，但是既然孩子来了，就是缘分，您说是吧？没错，大夫您说的特别对，我也这么劝他。黄主任，这个病房我来负责吧。黄主任，我也可以负责。吴医生，你负责这位病人。杜医生，你负责那位。可是我觉得高龄的这一位由我来负责更合适。我已经定了。阿姨您好，我是负责您的医生吴聪瑞。您现在呢就等着开指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，您就去那边有一个医生的办公室来找我。吴医生是吧？那以后就多麻烦您了啊！谢谢你，小吴医生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姨，趁现在肚子还没有特别大的变化，一定要多吃多睡，这样生的时候才有劲儿。师姐，
为什么你们都想敷的那个年龄大的孕妇啊？高龄产妇的合并症比较多，而且在生育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问题，甚至是罕见问题，对于积累临床经验有很大的帮助。年轻的产妇如果只是顺产，基本上就是接个生，助产士上，医生都不用动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是你当着人家的面说人家是高龄产妇，人家会开心吗？不是说所有年龄段的女人都很在意被别人说老吗？一般来说，35岁以上的都算是高龄产妇，我们一直这么说，患者也没意见。可是单一从年龄划分就把一部分人归为危险人群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？比如36岁也有身体非常健康的，34岁也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的啊，就是因为女人过了35岁就把她们归为高龄产妇，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呢？刘念白，虽然说你平时说的话80%都是废话，但你刚刚这个观点，我认为是在那20%之内的。简单的以年龄来划分，确实有点简单粗暴，而且很多喜欢对女性催生的人都爱说，你再不生就变成高龄产妇了，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年龄歧视。以后我应该注意一下。师姐，你懂事儿了，知道夸人了，虽然只夸了20%。知足吧你，干回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破电脑，平时卡就算了，还给我死机。早就跟田主任说了，要换批新电脑。我来看看，行吗？我有点信心。怎么了？你坐。好了。可以啊，你刘念白，技能不少。下来。再夸夸我，夸够100%我就起来。你再不起来，我上脚了。起，马上起。都进去吃。